真是没想到，我的妻子会在这样的场合对我做出这样的污蔑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我的前夫周恒与楚惠子曾是情人关系。或许有人记得，2个月前，《京报》曾拍到了楚惠子与人私会的照片，当时曾引起了一场轰动。但那张照片只拍到了楚惠子的脸，男方只有一个背影。事后，我找到了拍摄那张照片的记者，他其实拍到了正脸，只是迫于压力，报社不敢放出来。这里是剩下的照片。就算这些能证明他们之间存在暧昧关系，也不能证明杀人者就是周恒。楚惠子被杀当日，周恒说去打牌，但他并没有参加朋友的牌局。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。我有证人。谈看看。我可以证明周先生收买了朱嫂，我亲耳听到的。胡说！你才被收买了呢！你污蔑我！安静。今日周恒也在现场吧？真是没想到，我的妻子会在这样的场合对我做出这样的污蔑。确实，我承认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。可你不该这么做啊，友谊，你是知道的，这样的污蔑足以毁了我。你为了别人，真的一点都不念及我们多年夫妻的情分了吗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事实？好，那我来告诉你什么是事实。事实就是，你的这位朋友，他身份有异，来历不明，本身就是2起凶杀案的嫌疑犯。你知道了我和楚小姐的事，就雇佣他来替你杀人。你还在现场装腔作势，掩护他离开，并引导警察厅说凶手是个男人，好替自己脱罪。你胡说！别急，我还没说完。你控告我对婚姻不忠，这是事实，但却不是事实的全部。真相是出轨并不是我单方面的。以前为了维护你，我从来都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你半句不是。你和大公报记者嫌疑犯的那些龌龊事，怎么还不承认吗？请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事。这并不是无关的事。半个月前，嫌疑犯中枪，许小姐怀疑是我拈酸吃醋买凶杀人，所以为了报复，才编造了今天的这些谎话。过去的朝朝暮暮犹在眼前。友谊，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但在我心里面还存着一份情谊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啊？周恒，你胡说八道！我胡说？
各位，想必你们听说过很多版本作家许攸宜的故事。好，我今天就给你们讲讲你们不知道的版本吧。我与我的妻子相识时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很努力，才第一次得到了出版图书的机会。可惜啊，惨遭滑铁卢。签售会那天，一本书都没有卖出去，是我把他当日所有的图书都买了下来。我的妻子以前住在下支角的屏风胡同，她说，她讨厌胡同里的逼仄。于是，我斥重金买下了法租界的洋房，向她求婚。我的妻子说，她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知名女作家，做个人人心羡的才女。好，我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，支持她，包装她。后来渐渐的，她不满足于只做一个上海滩的女作家，她想要自己的书籍名扬四海。所以，我打通了欧洲和日本文化界的所有通道。我周恒这些年做的事都是为了许小姐的梦想服务啊。可许小姐，你是如何回报我的呢？我已经忍了，已经默许它的存在，已经假装看不见。那是因为我爱你呀。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对你千般好，万般好。可你成名后呢？开始流连于帕里莫、大上海舞厅，你经常去锦华饭店那样的地方开各种夜宴，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。你有众多的裙下之臣，而我呢？我周恒这辈子做的唯一一件错事，就是帮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祝你拿到了所有荣誉，不肯痛快的退场，不肯再放纵你，去追寻你所谓的爱情。许攸宜，你这么污蔑我，良心何在啊？说的可真动情啊！我差点就要信了。法官阁下，请允许我请出最后一位证人。哎。上海警务厅第3侦查组探长江斌请求法官接纳新的证人。准备好问题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请问里面发生了什么？他是凶手吗？你是怎么出来的？真没有上海滩权贵是你的保护伞吗？请回答我的问题！谁是凶手？你杀的？请回答我的问题，许小姐。真的有上海滩的权贵是他的保护伞吗？他是怎么出来的？请问许小姐，许小姐，请回答我们的问题。你快说两句吧。还差点，再吸，吸气，再吸点，哇，好了，哎呀，我的裙子，你胖了？我没有，这衣服本来就很难穿。你肚子大了？别瞎说，我宝宝也苗条得很。哎呀，你干嘛？做饭去。昨天的红烧肉很好吃，我今天还想吃。我看你买了鱼，我恶心，我不想喝鱼汤了。
我想吃辣的，我们做水煮鱼啊。好了好了。许小姐，江探长，严威呢？杀人去了。江探长啊，你干嘛老盯着我们微微不放啊？我知道杀人犯是谁了，证据我迟早会找到的。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，是不是郝云杰？对了，明天一早，朱红的案子就要开庭了。你作为证人，也要过去。这件事情，朱家上上下下使了不少力气，明天是一场恶仗。不想去。不想去，为什么呀？担忧你的前夫，他可是被你告上法庭的。江探长，我记得以前你是很客气、很绅士的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嘴巴这么毒了？如果有一个人整天和杀人犯住在一起，我当然不会客气了。明天我来接你。不留下吃饭啊？他怕你毒死他，可以烤。郝云姐，吃饭了。